可惜，彭老总来了。彭总，董理，彭老总，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您了。主席可就盼您来呢，快走吧。一封急电将正在大西北搞经济建设的彭老总立即召回了北京。之所以如此紧急，是因为此刻的朝鲜深陷危局，唇亡齿寒的危机感已直逼新中国。而周总理那急促的话语里，更是将共和国面临的生死存亡危机渲染到了极点。究竟是何等的地缘危机，要将这位大西北的定海神针紧急召回？又是怎样的极限挑战，逼迫着最高决策层在无数反对声中去推开那扇足以重塑远东格局的历史大门？今天我们将聚焦这场关乎国运的关键会议，看领袖如何力排众议，定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既然侵略者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我们一定要站出来，针锋相对，兵戎相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与此同时，联合国军的战略指挥部里，麦克阿瑟正以无敌之姿享受着仁川登陆带来的无上荣耀。沉浸在全面胜利狂想中的他，竟公然无视了新中国划下的红线。Generals, we're moving our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30th parallel. There will be no boundaries anymore. General Walker, you will lead the 8th Army to the north of the 30th parallel. 仁川登陆的奇迹彻底异化了麦克阿瑟的战略理智，他毫不掩饰地将维持和平的遮羞布撕碎，意图用炮火直接推平整个朝鲜半岛，以此强行打破大国博弈的规则，从而换取重塑远东格局，甚至问鼎白宫的政治筹码。前线战局突变，南朝鲜军队已从东线越过38线，导致朝鲜局势岌岌可危。而此时的北京已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压。斯大林怎么说？斯大林同志认为，此时中国出兵是最好的选择。斯大林的这一态度，实质上是一场冷酷的地缘政治博弈。这意味着，一旦跨过鸭绿江，年轻的共和国将用血肉之躯去独自承担联合国军的工业级绞杀，而他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极为克制且有限的空军掩护。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38线了。最近，我也是彻夜难眠呐。毛主席的彻夜难眠源于地缘屏障即将粉碎的彻骨危机。最初，主席还尚存一丝用游击战术拖延敌军的战略幻想，但特使带来金日成首相的亲笔信里已然表明，北朝鲜主力已被彻底击溃，若不以国家正规军事力量强行介入，中朝边境必将门户大开。就在统帅部苦苦寻觅破局之法时，早已陈兵东北的13兵团指挥部内，将领们已经嗅到了刺鼻的硝烟味，开始进行最坏情况下的战术推演。主席的一封急电让他们有了明确的信号。诸位，南朝鲜军已经越过38线，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主席来电要求我们要做好部署工作，随时准备出征。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确定渡口的位置。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前置较量。13兵团指挥部的地图前没有对未知战场的恐慌，只有极致的战役推演。从研判敌军机械化推进的速率，到框定大军隐蔽渡江的技术落点，军事准备的最高法则就是将一切不可控因素锁死在沙盘之上。在国家机器尚未正式下达指令前，这支百战之师已经完成了从和平戍边到战略出击的心理重构。总之，我们就是要严格的按照主席的要求，在10月10号之前必须做好一切渡江的准备。与此同时，北京的最高决策会议上，关于打不打的争论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抉择。要是出兵的话，4月最合适。从军事角度来说，我同意出兵。听到同意出兵，主席本能的前倾，以为这盘焦灼死局终于等到了爱将的破局。然而从军事角度的限定，让他瞬间警觉，期待骤然化作极具压迫感的凝视，紧盯着对方。静待那张推脱的底牌彻底掀开。作为罕见的战术天才，101深知四野的战斗力，更清楚现代战争后勤与火力的冷酷法则。所以在极度匮乏反坦克武器与防空力量的现实面前，这位向来谋定而后动的统帅试图寻找一种能以最小代价震慑强敌的边缘策略。出兵朝鲜有利有弊，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出而不打，这样既保卫了东北屏障，也避免和美国擦枪走火。出而不打，这是一种典型的刺猬战术，试图通过重兵压境的军事姿态震慑麦克阿瑟，迫使美军在鸭绿江边停止脚步。从保全刚刚复苏的国民经济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最稳妥的算盘。然而，这种高度理性的沙盘推演，却致命地忽视了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的贪婪本性。出而不打这种姿态，
咱们要不得呀。主席的语气中夹杂着深深的失望。一旦国门洞开，别人岂会因你的阵型严整而大发慈悲？这场战争在主席看来，既然躲不过，就必须抱着将天捅破的决心去硬碰硬，而不是表面上排兵布阵，搞所谓的威慑，实则隔岸观火。林总，你头痛病又犯了？老毛病了。101的头疼，其实正是他此时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他十分清楚，中美两军在钢铁产量与后勤补给上有着令人绝望的差距。正因为把这些劣势算得太透彻，他内心的犹豫才愈发沉重。恰在此时，被紧急召回的彭总已经到了中南海。主席呀，彭老总到了。彭总刚进门，毛主席就立即打断了会议。这是一种深藏于兵家血脉中的灵魂默契。他需要的正是一个敢于在绝境中拍板，敢于承担倾国之险的将帅之魂。而及时赶到的彭总，便是主席心中的不二人选，也是入局朝鲜的关键。我们请你回来很急呀，可是没得办法。哎，杜鲁门搞得我们是寝食难安呐。由于被召回的过程实在太突然，此时的彭总脑子里甚至连一张完整的朝鲜地图都还没有拼凑出来，更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中央已经决定出兵了，与我们对峙，还没有最后决定。向我中国进攻。为什么？朝鲜有不同意见吗？越南这毕竟是个大事，弄不好要出乱子的。此时的会议室里，气氛已经凝重到了极点。这场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辩论已经反反复复进行了多轮。不管是主战派还是保守派，大家虽没有私心，但所有的矛盾依旧死死卡在到底该不该出兵这个死结上。我们已经打了20多年的仗了，元气还没有恢复，如果再打的话，恐怕经济上负担不起。反对的声音并非怯战，而是字字泣血的客观现实。他们的理由像铁一般冰冷，且让人无法反驳。因为国家刚刚经历了几十年的战火洗礼，可谓是百废待兴，咱们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国库也是空虚到了极点。而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是满天的飞机，是成群的坦克。这种武器装备上的巨大代差，还有那根本无法支撑长期消耗的经济底盘，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所有人心里。这种巨大的分歧下，哪怕是最高层也无法强行拍板。这场会议依然没有争论出一个可行性的结果。资料都发给大家了，回去都好好看一下，知己知彼，少打糊涂账啊！散会。这一次扩大会议虽然在沉闷中结束，尚未能就是否出兵援朝达成最终共识。毛主席已然明白，大范围的讨论已经无法破局，所以在私下里，毛主席与彭总单独进行了一次触及灵魂的底线交流。形势很危急啊！美军果然在仁川登陆，已经越过3-8线。我们多次通过印度大使向他们提出警告，可人家不理睬，把我们的警告当成耳旁风。敌军的骄纵已经将新中国逼入了死角，毛主席也不再回避中美双方那悬殊到令人窒息的军事装备差距，他把底线完全撕开了，因为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但往前打就是和最尖端的工业机器肉搏，而这一仗咱们势在必行。他深知这一纸调令背后的血海尸山，这种对历史、对人民的极致悲悯与敬畏，化作了他向彭总倾吐的字字泣血之言。主席，你下决心了？老彭啊，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呀！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打得好，那没嘛子可说的；打不好，就会危及国内政局，老百姓陷于战乱。哎，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代啊！历史的千钧重担，此刻化作了主席那一声深沉的长叹。这不仅是政治领袖的深谋远虑，更是一位长者对百万子弟兵生命的敬畏。毕竟这不是一场可以随时止损的边界冲突，而是要将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重新押上牌桌的惊天豪赌。毛主席向彭总袒露内心的煎熬，是在寻找一个能够完全同频共振、共担千古骂名或万世荣光的生死战友。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彭总掷地有声的话语直接斩断了退路，他一针见血地重塑了战略坐标。既然屠刀已经架在脖子上，唯一的法则就是迎难而上。战争意志既已重塑，剩下的就是如何打赢的问题。这正是主席需要的横刀立马的最佳帅才。我们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志愿军3个字重若千钧，他巧妙地将国家层面的交锋转化为民间性质的正义援助。这个极其精妙的战略定性，不仅在法理上避免了与美国正式宣战的死结，更为后来的战役指挥和国际博弈奠定了最坚实、最无懈可击的理论基石。你认为志愿军谁来统帅？在东北的13兵团嘛，
这大部分都是四野的部队。他现在头疼生病，让他去苏联休养吧。主席的抉择果断而冷峻，在生死存亡的国运之战面前，过度谨慎的将领必须让位。这场仗不能靠算盘打赢，只能靠悍不畏死的血性去硬拼。要扛住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钢铁绞杀，唯有眼前这位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你回去好好想想，我给你1个晚上的时间考虑。是1个夜晚，不是用来权衡个人利弊，而是用来重塑赴死的决心。毛主席交出的是数百万军民的身家性命，而彭总接过的是足以粉身碎骨的无上重压。当晚回到北京饭店的彭老总毫无悬念的彻夜难眠，他太清楚了，这不是在国内打那些残兵败将，而是即将面对拥有核威胁的世界第一工业霸主。这是一场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的生死对决。部台吗？是。能帮我找张朝鲜地图吗？此刻的彭总对朝鲜半岛的地形几乎一无所知，但战争不会给他留下适应的时间，他没有抱怨，也没有犹豫，而是连夜翻阅资料，将山川地势、交通要道一点点刻入脑海。因为他清楚，未来面对装备和火力都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在劣势中寻找破局之道，用扬长避短的战术弥补差距，最终打赢这场仗。10月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总倏然起身，犹如利剑出鞘。昨天晚上回去啊，我也想了一夜，我是想明白了。彭总没有长篇大论，更没有任何枯燥的数据对比，而是抛出了一套极其锋利的地缘政治逻辑。老虎嘛，这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啊？取决于他这个胃口啊。彭总的这番振聋发聩的老虎论，直接扯下了美帝国主义的文明画皮。侵略本性决定了妥协是换不来和平的。如果今天退回了鸭绿江，明天他就可能把炮艇开进台湾海峡，后天他就能从东北边境制造长期的战略打击，那么新中国的建设将永无宁日。在看透了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最终底牌后，彭总用斩钉截铁的8个字，彻底终结了所有的妥协与观望。与其晚打，不如早打，而且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这番充满力量的表态，彻底粉碎了出而不打的犹豫。既然避无可避，那便破釜沉舟，做好决一死战的长期准备。不愧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啊！从现在开始，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大国博弈的战略决策在这一瞬彻底定格，这就不是一场为了领土争夺的寻常战争，而是一个新生政权向旧有霸权秩序发起的不屈怒吼。最后决定胜败的，从来不是五角大楼里精准计算的火力网，而是先辈们刻在骨子里保家卫国的壮烈英魂。我在这里正式宣布，由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主席和彭老总那紧握的双手，在这一刻不只是一次军事统帅的任命，更是2个伟大的灵魂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的互相托付。彭老总接过的不只是统帅的印信，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血性与数万将士的生命重托。决策者们并没有被原子弹的阴云吓倒，而是做出了这最为艰难却最伟大的抉择。这不是一场为了追求账面数据完美的战役，而是一场为了民族存续、为了国家脊梁不再弯曲的极限生存考验。先辈们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替我们选择了一条最残忍、最艰难的血路。当不可一世的美军最终被死死钉在38线以南时，先辈用自身的鲜血换来了如今挺直腰板说话的资格。这里是无解千句，下期我们继续深度解读抗美援朝的匠心闪耀。